川普跟习近平到底会不会会面呢？说日本的媒体说，这个大陆要邀请川普去出席9月3号北京天安门阅兵，那川普会不会去？如果川普去了，川普预备下半年要带几十个美国的大公司的 CEO 去北京访问北京访问。那如果川普去了，就是普丁、习近平跟川普共聚一堂会不会达成这样的一个场景拭目以待那另外，陆委会接到恐吓的电子邮件，说呢要终止大罢免，否则要杀人。我觉得这很奇怪，你给陆委会干嘛呢？这搞错对象呢，还是只是故意在那边闹一下？我不懂，给陆委会干嘛？陆委会1个月收到2次恐吓炸弹这个炸弹的恐吓了，说呢要撤掉中共跟监萧美琴的新闻稿把它撤掉那另外呢，说中国跨国胁迫萧美琴在捷克那外国呢这个有热议那另外呢，这个一个要纵火，一个要砍人。那寄件者说被冒名了并不是他不知道是谁可以赶快抓那另外呢，这个国民党委员说萧美琴差一点被撞所以有认为说这个事情呢奇怪。民进党委员就说这是护航中共，是台湾的悲哀那另外呢，这个吴世尧说呢，黄国昌说要向捷克去交涉，叫捷克好好查，说为什么对中国不吭半句那民进党说呢，有蓝白何必有敌人那另外呢，这个王定宇说台湾人民愤怒是刚好那另外呢，这个罗志强说呢，他当时想帮吕秀莲提干，就是副总统如果被这个在选举的时候被打，因为吕秀莲一直认为当时2个字是要打他的，是不是要打陈水扁？是因为按照我们现在的法律呢，副总统被这个候选人被打了以后呢，选举继续照办只有总统候选人被打了，选举才停办。所以吕秀莲认为说目标是他，如果他打完了以后选举照选，那大家会同情陈水扁陈水扁就当选了。所以呢，他们想提一个案子，说呢，如果副总统的候选人被打了应该要有补救的方式。那我们现在是说就职以后，如果副总统出缺那立法院3个月之内要选出一个新的那这个但是呢，并没有在选举当中。那所以罗志祥就帮吕秀莲说呢，吕秀莲一直认为自己是319受害者嘛，那所以现在又被人家讲说这是跟中国里应外合。我们看一下。副总统萧美琴就职前赴捷克遭跟监事件余波荡漾了好几天，现在还一举登上国际版面。英国《卫报》标题指陆方试图对台湾副总统人身威胁，美国众议院也发声批评，中共就像镇压香港民主，这不是外交，而是胁迫。中国国民党从头到尾都没有谴责中国这种伤害台湾民选副元首的行径。陆委会因为这件事27号谴责大陆，要求道歉，当天就收到炸弹恐吓信，被要求下架新闻。29号又再次收到，这次要求陆委会终止青鸟发起的大罢免活动，否则就会对陆委会不利。其实早在6·4当天，陆委会收恐吓信，被警告办纪念活动就要炸陆委会。1个月内收3封恐吓信，疑似都来自境外 IP。毕竟大罢免得小心和对岸扯上边，像是罗志祥去年4月提修法，副总统就职前若身亡，应该要重选。恰巧前1个月萧美琴出访就被跟监，黄捷就质疑这巧合不寒而栗，竟然国会有议员类似呼应。那吕秀莲副总统当时在去年的319的20周年的时候，他把他的法案的陈情送到立法院来，要操作罢免由得民进党了。但是不要连自己的党内的尊敬的吕前副总统都要用这种方式来去抹黑。那范委员怎么看？我先补充一下，刚刚讲那个台湾跟美国的谈判我想其实谈判的速度到底是快或是慢的确是一个难题。那可是川普最有名的就是不确定性那我相信就是郑丽君副院长带队的谈判，然后最近说谈判彼此都认为有建设性的成果，是因为其实台湾跟美国在经贸科技在供应链上都是以互相合作为原则大家也不要忘记，川普是美国史上被认为就是
就是谈判性格跟不可预测性很高的哦。那回来讲，就是我们应该要相信台湾的金融的体质走过亚洲金融风暴跟全球金融风暴。那经济部长也跟次长数次讲过，就是会有那个4大的措施，那协助中小微企业哦，能够因应这个国际的风险，那能够拓展哦，就是国际的市场。那我相信，就是未来的立法院也会持续监督哦，那包含不分党派的委员哦，都在帮中小企业争取就是更优渥的条件，包含就是贷款啊，更方面哦，因为这个是不只是台湾，每一个国家都面临到的。那回来讲这个萧美琴在捷克的事情哦，那这件事情刚好我是台湾跟民众党的立委一起都是 IPAC 哦，这个国际的国会议员的新的联盟，那一起讨论就是对中国的政策。那这是在这个群组哦，就是首先看到，那这是去年3月萧美琴访问捷克的时候，大家有看到就是疑似车祸的新闻。那当时并不知道是怎么样，那可是呢，就在最近哦，那是捷克的军情局的发言人，那公开在捷克很有公信力的公共的媒体上说，那他们后来的情资哦，证实是中国中共驻捷克的代表处里面的军事人员的策划哦，有这样的策划，只是还没有着手行动。那但是后来有一个因为跟踪的这个车祸，那而且他们的确是在跟踪就是萧美琴副总统哦。那我想那这个新闻一出来之后，我们的捷克的就是同样在这个组织 IPAC 的国会议员立刻就讲，他已经要求他们的外交部长要严正对待这个事情。那他们的外交部的确刚刚在讲到，也对中国这部分要求要给一个说明，所以事情正在进行中哦。那我非常的谢谢 IPAC 的秘书处，马上就说要发一个国际声明谴责中共，因为这件事情违反了维也纳外交关系公约，这个跟吕秀莲副总统遇到的攻击非常的不一样，因为这个是外交人员涉及到在别的国家的主权上。那想要计划攻击另外一个国家的政要，那外交人员不应该涉及到，因为那并不是一个战争的区域哦，所以这是中国的一个。用 IPAC 的用语就是 state terror 国家恐怖主义，所以不能够让就是中国再继续这样下去。所以我们会看到第一个时间这是 IPAC 先发了这个国际声明，那我们萧美琴副总统也立刻在他的脸书社群上上面就是转贴。那我也在我的脸书上说，那我们也看到再来就是很多的国际媒体跟着报道，那美国众议院的外交委员会跟那个。中国事务相关的委员会也立刻发声明谴责。那我认为就是这件事情真的是不应该放任啊。比较奇特的是，就是罗志强委员不知道为什么是扯到吕秀莲总统这个事哦，然后还有我们看到的，好，待会儿再讲罗志强会这样讲，是因为黄捷委员把这2件事情扯在一起，所以范委员如果要讲，要先解释为什么黄捷会把这2件风马牛不相关的事情硬扯到一边。就是包含我们的外交部跟陆委会都有谴责，因为这是我们国家元首的安危，而且在一个别人国家的主权上。可是廖先祥跟徐巧芯等他都完全没有谴责中共。我们应该要先谴责中共之后，我们再来讲后续的部分嘛。要不然就是说捷克怎么样？那捷克正在处理啊。就是都看到我们看到所有的国际国家不同的国会议员都是先谴责中共。那如果不敢谴责中共，就会让大家比较遗憾了。那这件事情当然我们要继续中共对台湾任何政治人物意图去攻击或者是胁迫，当然都要谴责，这没有什么好说的。但是拿一个去年3月的车祸来政治操作到今年7月的大罢免，这件事情太瞎了。没有人政治操作，就是黄捷，就是贵党的黄捷委员把这件事情连接到罗志强的这个法案，这就是贵党的黄捷委员，所以就是贵党这么瞎。另外，刚刚范委员说，我们通过了亚洲金融风暴的考验，我们通过了全球金融风暴考验，2次都是国民党执政啊，跟民进党一点关系都没有。好，我们跟美国谈判是谁把谈判筹码全部丢出去？美猪美牛谁先开放进口？还没有谈就通通丢出去，汇率谁先涨了14%，都是民进党。所有的筹码先丢出去，然后你跟人家要谈什么？这样丧权入国的政党有什么好谈的？不，基本上了就是说这个对老共他不只是捷克，听说在很多地方
就是我们有这个正要出访，他就尾随啊，这个跟着，我觉得这个很不好了，也蛮危险的了这个是要谴责的，不应该。但是呢，的确像叶律师讲，去年3月发生的，怎么现在才拿出来扯呢？那难道我们驻捷克代表不知道吗？照讲这个事情立刻就这么重要的事情，立刻就把它搞清楚啊！这是对方军情局的调查，最近才出来。但是不可能调查1年4个月才调查出来嘛？我补充一下 ，suppose 早就应该调查出来。这有那么难？你那个车子是谁的？他大使一定有挂一个屎什么什么类似的，那立刻就要问了，你到底怎么回事啊？你为什么闯红灯啊？怎么会不知道？怎么突然？其实他当时闯红灯的时候，中国武官已经把他的身份已经有表示出来了，所以那时候定调是用这样的事件处理，不是定调，那个时候没有他们的军情局就跟我们的国安局的调查，当时已经知道他的身份，那你调查，我意思是说当时对他们已经知道是中国，那就是他们的武官。那他在那时候已经知道，而且他是闯红灯，所以他到底发生什么样的状况？你说调查了1年多，你现在这个时机点，真的让人家匪夷所思。会不会就像上次选举那个王立强事件在澳洲了？就每次到选前就搞，之前周子瑜事件，每次在选前搞这东西。基本上我还是好奇，为什么3月发生到现在6月、7月、去年，我知道去年，就是这个事情应该很容易就查出来到底用意何在。对老共这种行为，我说我们还是要严厉的谴责，这是一回事情。但是为什么这时候拿出来，有没有任何的操作，大家也很怀疑啦。休息一下再回来。好，赖清德呢，其实速度很快啊，这个1个礼拜之内已经发表了10讲里面的3讲了哈。那这个昨天讲的是宪政宪政体制哈。那赖清德特别强调说，总统是宪法的守护者那另外呢，这个赖清德说，他当了12年立委，没有见过这个违宪这么多次送到大法官都被解释是违宪那所以呢，这个他列出了7大法案说是违宪的蓝白通过的那赖清德说，国会是有界限的，不是表决多数就是赢那另外呢，这个因为他第一讲到台湾人血统基本上是南岛血统，就被人家质疑了那第2讲又讲到杂质又被人家质疑。那现在第3讲那也被认为说，他说台湾当时没有代表出席这个制宪会议，后来说有18个人了等等还跟蒋介石有照相所以黄国昌问说幕僚到底出什么问题我想不管幕僚怎么写，最后你总统还是得看嘛，那个稿子还要看，你不能说都怪到幕僚身上总统最后定稿者还是总统，就像我们脸书常常小编写嘛，写完以后如果出事的话，人家会骂小编吗？不会一定指责这个当事者对不对？怎么会去讲小编呢？那因为最后你还是要负责嘛。我们看一下，总统结束团结第3讲隔天，黄国昌再度喊出不寒而栗。原来真正的灾难是我们的总统对中华民国宪法的理解跟诠释，从事实到观念错的一塌糊涂，怒呛总统毫无宪法观念。不过仔细瞧，这场记者会不是在民众党开，而是同台媒体人赵少康驳斥总统赞赏青鸟的话，这回记者会也算是蓝白合了吧？而且2人更首度在政论节目以外的场合同台开炮，而要呛下总统不懂宪法，现场还找来总统昔日的国大代表同事郑丽文。民进党的修宪版本是我写的，请问全世界哪一部宪法的制宪会议的制宪代表是普选产生的？请问当年美国制宪会议的所有制宪代表有哪一个是选举产生的？拿美国做比喻，郑丽文指过去美国的宪法草案仅13周决定，尽管府方帮缓夹称总统原意是指代表未经人民普选产生，但这也让蓝营立委把矛头指向相关幕僚。今天的总统府幕僚该打屁股啦！你这总统没有知识，连幕僚也没有尝试，你幕僚也不会 Google 搜索，3次的演讲错误百出。总统的团结10讲，在野阵营每一讲都仔细检视。罗志祥当过总统府副秘书长马英九那个时候，比如他有几个重要的讲话，比如520或者国庆或者这个元旦，他是很慎重的，比如先找这个文胆帮他把稿拟好。
我相信你搞马英九跟他讨论了，我想讲什么了。然后呢，再召集一个会议好几次啊，包括行政院长、副院长有关的部会首长，那我每次都被他邀请去了，在总统府开会，就字斟句酌，那个稿子啊，这他翻来覆去的看有没有什么地方有漏洞，有什么地方不周延的哈。那有一次我岳父因为住院生病那我没去，他特别请总统府副秘书长高朗还拿着稿子来找我，说马总统说一定要你看过，他是这样的慎重。但是我相信最后还是他自己要做决定了，其他人只是做一个建议而已。那个总统的讲话那不是随便讲的，那这个所谓君子这个君无戏言呐，每一句话都要很，尤其当选了，你竞选的时候，你有时候还可以说我是政见，你当选了，你讲的这种话就可能是一个政策，就很重要的。那今天上午也请了这个叶清源叶律师他是美国有名的宾州大学的宪法学博士，我还不知道你是宪法学博士，来讲讲看。没有，就今天我们在讨论这件事就是我觉得赖总统真的是有点夸张啦，就是你要讲什么当然是你言论自由，但你不能造谣，你不能说谎。好，那他说他一开始是说我们台湾人并没有参与民国35年1946年的中华民国宪法制定的过程，那今天很多人都出来打脸啦。那实际上当时我们台湾是有选出18位代表参与制宪国民大会，甚至都有跟这个蒋总统也有合照。那这有些什么民意基础呢？有它是由各个县市议会在选举产生的，然后呢再经过台湾省参议会投票以后确认。那台湾省参议会是指派吗？不是，是民国35年4月15日从台湾17个县市选出了30个省参议员，然后由这些具有民意基础的人才选出了台湾的制宪国民大会代表。好，所以这个中华民国宪法从一开始的时候就有我们台湾的人民选出来的代表去参与，所以赖总统宣称中华民国宪法跟台湾人无关，台湾人没有参与，这句话是完全的谎言所以我觉得总统对这个部分应该是要道歉的啦。好，那另外其实我也要强调说，总统自己宣称有7个法律违宪。范委员自己是立法委员我觉得立法委员对于总统这种侵犯立法权的行为应该要谴责的。好，就是总统跟行政院的行政权是受到立法权监督的对象。好，总统没有权利自己去宣布说法律是违宪的。总统就算认为法律违宪，也只有在宪法诉讼法里面规定赋予他权利的时候，他可以去申请宪法解释。那这个时候他也只是诉讼的一造。最后结果怎么样，应该要由大法官来决定，不是总统说了算。我都还记得，范委员年纪应该跟我差不多。我记得我们小的时候，如果总统、行政院长针对具体的个案出来做评论，联合报、中国时报，我们现在民进党都喜欢说这些是蓝媒啦。那个时候在威权时代，他们都会出来说，总统、院长这样是不对的。你不可以针对具体个案做评论，这样会影响司法独立审判。没有想到到了民进党执政宣称的民主时代，总统可以这样大拉拉的出来说，我认为这7个法案就是违宪的。那这个其实会对于总统提名的大法官造成影响。这个总统这样讲话绝对是不适格的。范伟我先来讲一下其实我觉得就是他这几讲就是包含就是团结跟宪政那大家读到的重点真的跟我都不一样你要不要先讲？您觉得他讲错了没有？那一章事实不正确，他是不是应该要澄清跟更正？其实总统府有澄清了就是大家讲到的那个就是所谓的55宪草这个部分有没有台湾人就是民国35年的中华民国宪法，35年的那个宪法，对，他讲的是说那个并不是台湾人民直接选举产生的，因为他重点在讲就是后来那7次修宪才创造了是以台湾人为主体的一个就是7次修宪里面前面就讲了说因应国家统一前需要，里面讲得很明白，我们国家现在没有统一。那请问民进党跟赖总统对于台湾人民自己只有台湾人选出来的国民大会代表修出来的结果接不接受？我想他要讲的是说后面这个历史接不接受嘛？历史事实当然是接受了中华民国为什么不承认台湾现在中华民国以前没有统一呢？我想我们到现在这不是历史，是宪法，并没有修这个中华民国宪法本文而是用现在这个增修条文的方式，就是在尊重那包含其实
赖清德总统的团结一讲就是，其实我们的宪法讲的中华民国的认同是2300万人，因为中华民国国民嘛，台湾认同也是2300万人。他讲的团结是在说中华民国认同跟台湾认同互相彼此的接纳那可是大家没有看到他这个接纳的部分，就要去挑，不管是说那个杂志说或是他当时讲的那个就是所谓的修宪代表。那我是觉得这段历史越讨论越好因为大家就有看到了各种历史说法。你说我当年读的历史完全这个部分的细节是不清楚的你要是问现在的年轻人是更不了解因为那个是我们没有出生时候的事情。我觉得越讨论越清楚那当时通过的那个中华民国宪法，台湾民众至少没有由下而上就是很清楚的表达意见。可是我们还是接受了，要不然我们现在怎么会有这个中华民国认同那在赖清德总统所讲的跟台湾认同本身是互相接纳接受的那也是因为这样赖清德总统那他是就是说在这个宪政秩序下宣誓成为中华民国的总统。那我觉得大家就是没有看到他强调的中华民国跟台湾认同是彼此接纳然后共同反共。所以我觉得他的重点就是团结反共。赖总统不是小学生，他刚刚说小学生也不知道啊，我们很多人都不知道啊，因为那都是我们出生以前的事情啊。可是他是赖总统他不是小学生总统府已经说了，他的强调是后面的那个是总不要强调，因为总统府呢默默的把这个赖总统讲的2段话都删掉了，杂志说也删掉了，然后这个没有派代表也删掉了。为什么要删掉？就是心虚啊。所以不要拿小学生去对比赖总统。所以你认为赖总统的程度只到小学生的程度是很恰当的吗？我觉得很疑惑。那当然，赖总统的整篇的演说当中，对我来说，他就要闪躲一件事情，他要闪躲这个宪法是在中国大陆制宪而且开始实施的，然后我们要遵守它。你讲到后来，你说我们要遵守5权宪法。那你就要遵守它是在大陆制宪，那你就不需要再跟大家提什么那时候没有派台湾代表，这个跟历史完全不符合的这个事情。那但是你讲完了这个之后呢，接着要开始强调台湾意识，强调台湾意识的理由是说，我们现在经过7次的增修之后呢，其实这个就是后面的增修条文就完全是我们代表台湾人民的意志。对不起啊，这个增修条文的前言就写，为因应国家统一前之需要，依照宪法第27条第1项第3款及第174条第1款之规定，增修本宪法条文如左。增修里面明文说，原宪法当中取这个暂不实施的部分，那是先搁置，可是绝大多数都还是实施下来啊，还是实施下来。所以赖总统，你到底要遵守哪一个部分的宪法？哪一个部分的宪法你不遵守？那你认为不是表决多数的人就代表民主？那什么样子才叫做民主？就少数专政就是你的民主吗？基本上了就是说这个那个时候修宪是李登辉当总统，大家知道李登辉其实是相当台独的，但就算这样，他也不想要在两岸之间引起无谓的纷争嘛，所以你要注意这点。你有你的政主张是可以的，但是他为什么要讲在国家统一之前，也是不想让老共觉得你在制宪啊，你搞个新宪法你要独立啊，不想引起无谓的抗争嘛。那对台湾有什么好呢？就是你当个总统，你有你自己的价值观，你有你自己的这个统独思想，这是你自己的事情。但是还是不管怎么样，维持两岸的和平才是最高的道德。两岸只要打起来，战场一定在台湾。任何一个总统引起两岸之间的误解，引起两岸之间的紧张，就是不道德的。休息一下再回来。